乌军轰炸俄军指挥部会议地点，3名军官丧命。93机械化旅成功歼灭俄军装甲部队，午夜袭俄军基地，夺回数个阵地。奥廖尔俄军工厂遭乌克兰风暴阴影导弹袭击。乌军特工出动，莫斯科火车站突发爆炸，俄军机场、工厂被渗透。俄军即将发起总攻，乌军部署配备豹2军旅，准备决战。俄罗斯击落 F-16，是真是假？美军前总司令预测战争将在2025年结束。菲科访俄后态度变得强硬，威胁泽连斯基要切断电力供应。巴基斯坦宣战，攻占塔利班36个定居点。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远山，请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12月27号，乌克兰通过海马斯火箭系统对一群俄罗斯军官进行精确打击。这些军官当时正在扎波罗热地区托克马克市附近的公路旁进行军事策划会议。此次行动中，GUR 特工通过截获俄军情报，获知了俄军第4近卫军事基地指挥部会议地点。随后，乌克兰炮兵部队参与了打击，乌军使用海马斯导弹精准击中了目标，现场发生了多次爆炸。前线拍摄的视频显示，俄军会议场地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到周围建筑，空中黑烟滚滚。俄军在紧急疏散时，乌军无人机再次发起攻击，击中了俄军的几辆车辆。初步战报显示，5辆俄军军车在此次行动中被摧毁。乌克兰空袭还成功击中了3名俄军军官，包括著名的第135摩托化步兵团上尉格里戈里·克罗赫马洛夫、副参谋长德米特里·纳戈尔内，以及第4军事基地防空炮兵连连长尤里·福米。目前，俄军还没有对这一袭击做出回应，详细战况仍在确认之中。最近几天，乌克兰已对多个重要俄军据点进行了打击，除了海马斯系统外，乌克兰空军还使用制导炸弹攻击了俄军指挥部。据悉，乌克兰情报机构和特别行动司令部还在12月15日派遣破坏者摧毁了托克马克附近的一条重要铁路。此次行动摧毁了一辆燃料列车，导致该地区的俄罗斯物流遭到严重干扰。福布斯的报道称，乌克兰可能正在试图阻止俄罗斯军队对扎波罗热发动进攻。乌军瞄准俄罗斯军队的指挥和后勤设施，在俄罗斯军队发起南部攻势之前，通过几次精确打击，有效削弱其战斗力。此外，福布斯分析认为，尽管俄罗斯在南部的兵力较少，扎波罗热的攻势不太可能会占领大量领土，但这种进攻可能迫使乌克兰从东部和北部战线调集更多的兵力来防守，而这2条战线的兵力本来就相当紧张。近期，乌克兰军队在多个战区表现活跃，包括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赫尔松。乌军不仅有效遏制了俄军的进攻，还成功收复了一些失地。一档俄罗斯电视节目中的军事专家预测，乌军可能会在未来6天内发动新的反攻，目标将包括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前线以及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库尔斯克和布良斯克地区。日前，乌克兰军队在顿涅茨克战区的防御和反击行动仍在持续进行。在库尔久米夫卡一带，俄军动用了12辆装甲车对乌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但乌军通过无人机侦察和遥控地雷成功阻止了攻势，击毁了3辆 T-2 坦克和4辆 BMP 步兵战车。此外呢，在距离顿涅茨克市约23公里的克拉斯诺霍尼夫卡，乌军成功击退了俄军的一次突袭行动，进一步巩固了当地防线。在巴赫穆特战线，乌克兰军队成功击退了俄军的新一轮猛烈攻势。12月28日，在克里奇夫卡一带，俄军派遣了15辆坦克装甲车和3个突击排，试图突破乌军阵地。然而呢，乌克兰第93机械化旅迅速做出反应，
成功阻止了俄军的进攻，并摧毁了7辆 TGR 坦克和6辆 BMP-2 步兵战车。克里奇夫卡地区曾一度被俄军占领，但随后被乌军成功收复。现在俄军试图重新控制这些阵地，但迄今还没能取得成功。另外呢，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称，当地时间12月27日，俄军试图趁夜色对赫尔松的乌军阵地发起突袭，具体地点位于科扎茨地区。俄军在炮火掩护下试图进行登岛战，但乌军成功侦察到行动意图，并进行了有效应对。最终，乌军将俄军逐出战场，并趁势夺回了周边数个阵地。此前乌军空袭了霍拉普里斯坦的一个俄军侦察中心，而俄军的袭扰行动仍时有发生。不过，外界普遍认为，俄军此类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分散乌军兵力，为其他战线争取战术优势。赫尔松的战事发展是否进一步升级，乌军是否会发动更多反击，仍有待观察。乌克兰近期在攻击中再次使用了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对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目标实施了精确打击。据报道，乌军利用风暴阴影巡航导弹袭击了俄罗斯奥廖尔地区的一处军工厂。当地时间12月26日，乌军向该地区的无人机仓库发射了3枚风暴阴影导弹，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导致工厂周围持续数十分钟的爆炸声，整个奥廖尔上空被浓烟笼罩。从现场视频来看，工厂内部发生了严重火灾，并引发了仓库内其他弹药的2次爆炸。据悉，该军工厂存放着俄军用于空袭的沙赫德无人机和其他炮弹。这次行动造成2名俄军死亡，另有7人受伤。另外，在俄罗斯边境，多个州再次遭受无人机威胁。罗斯托夫地区首当其冲，库尔斯克、布良斯克和奥廖尔州也传出空袭警报。尽管具体战况还没有被披露，从无人机袭击的范围来看，乌军这一轮攻击的规模不容小觑。近日，乌克兰特工再次对俄罗斯境内的大城市展开破坏行动，目标直指莫斯科地区，制造了新一轮紧张局势。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称，当地时间12月27日凌晨，乌克兰情报总局特工潜入距离莫斯科中心仅80公里的沃斯克列先斯克火车站。经过一番侦查，他们成功在站内安放爆炸装置，并远程引爆。现场画面显示，随着数声巨响，火车站被熊熊大火吞噬，火球冲天而起，照亮了莫斯科的夜空。站内的列车被严重波及，大火导致火势迅速蔓延，远处清晰可见升腾的浓烟。乌克兰特工在拍摄现场视频后安全撤离。基辅随后证实了此次行动，并透露被摧毁的列车属于俄军后勤系统，装载了大量补给装备。此地距离莫斯科核心区域仅1小时车程。目前，俄方尚未对此事作出正式回应。与此同时，在克里米亚地区，亲乌克兰的游击武装对俄军关键设施实施了渗透行动。据图片报报道，12月下旬，游击武装组织阿特什的特工成功潜入萨基空军机场，拍摄到俄军正在修建新防御设施的画面。从现场图像来看，该机场内停放着俄军苏30和苏24战机，并部署了 S-400防空系统。阿特什武装随后将情报传递给乌克兰军方，为乌军的下一轮空袭提供了精确坐标。萨基机场长期以来是乌军打击的重点目标，此前曾遭多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另外，阿特什武装还追踪了位于塞瓦斯托波尔的第91修理厂和附近的第68旅，成功收集了关于俄罗斯军事基地的行动和人员数据。这些情报为预期的未来行动提供了重要线索。近日，乌克兰已将一个新部署的机械化旅派往波克罗夫斯克，加强该地区的防御。乌克兰判断，俄罗斯可能很快会对该城市发起总攻。乌方发布的消息指出，预计俄军将由第90近卫坦克师主导攻势，这支部队是俄罗斯地面部队中的精锐之一。为了准备这次进攻，俄军集结了约7万名士兵，涵盖多个旅和团。
与此相比，乌克兰在波克罗夫斯克及其周边地区的驻军人数较少，最多约为10个旅，每个旅人数不超过2000人。然而，乌克兰已经派遣最新的第155机械化旅前往该地，增强防御力量。该旅装备了德国的豹2坦克和法国的凯撒榴弹炮，是一支精锐部队。第155机械化旅的部署成为关键，这支部队将全面守卫波克罗夫斯克。当前，俄军的先头部队已接近市区，仅相距6.4公里。沿着1287公里的前线，俄罗斯在西部、北部、东部和南部同时开展进攻，而波克罗夫斯克成为俄军最为关注的目标。据乌克兰国防战略中心称，俄罗斯正在波克罗夫斯克以南推进，试图建立一条防线，防止乌克兰军队增援该市。乌克兰可能会派遣多个旅进行应对。在此后的阶段，俄罗斯可能会在波克罗夫斯克以北发动短暂的攻势，试图部分包围这座城市，为主要战斗做准备。波克罗夫斯克位于顿涅茨克地区，是乌克兰东部的重要交通枢纽。战争爆发前，人口约为6万人。如今，市区的平民几乎全都撤离，只剩下大量乌克兰军人。据俄新社12月26日报道，俄罗斯联邦新地区一体化协调委员会联合主席罗戈夫在社交媒体上声称，俄军在扎波罗热地区击落了一架准备发动导弹袭击的乌克兰 F-16战机。他表示，这一事件发生在该战机准备对扎波罗热地区发动导弹攻击时。为进一步佐证消息的真实性，俄罗斯弗列斯公司总经理亿万富翁谢尔盖·什莫基耶夫于27日宣布，将向首个击落乌克兰 F-16战机的俄军官兵奖励1500万卢布。然而，目前这一消息仅见于俄罗斯媒体的报道，并未引发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或社交平台上的热议。乌克兰目前的 F-16战机主要部署在北约国家境内，用于执行防空任务后迅速返回安全区域。由于数量有限且缺乏远程导弹支持，乌克兰并未将 F-16用于进入俄罗斯防空系统射程内的对地攻击，而是优先用于减轻冬季空袭对乌克兰防空系统的压力。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第4代战机之一， F-16虽然并非不可击落，但对乌克兰而言，它是目前不可替代的武器。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乌克兰不太可能在高风险地区使用 F-16执行攻击任务，除非北约国家大规模援助更多战机和对地攻击弹药。有分析认为，对于乌克兰而言，如果俄军真能击落一架 F-16，反而可能带来更大规模的国际关注和援助。西方媒体和舆论可能利用这一事件，向新一届美国政府施压，推动持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获得更多 F-16的可能性将大幅增加，而这将极大增强其在战场上的主动权。美国驻欧洲陆军前司令本·霍奇斯近日在接受采访时预测，由于经济问题，俄罗斯可能难以在2025年后继续战争。他的言论聚焦于俄乌战争的前景，并对相关国际因素进行了分析。霍奇斯表示，一切迹象表明，俄罗斯的经济状况非常严峻，他们在2025年之后可能难以维持战争。我并不是说他们完全无法继续，但这将变得极为困难。他强调，西方国家和美国的持续援助对乌克兰能否赢得这场战争起到关键作用。他进一步指出，我们需要表明，在乌克兰取得胜利之前，西方不会中途离开。另外，乌克兰武装部队前总司令维克多·穆仁科日前在接受自由电台采访时表示，如果战争在当前接触线上冻结，这将意味着俄罗斯的胜利，因为冻结现状将使俄罗斯控制大量矿产资源，从而弥补其战争损失。穆仁科强调，俄罗斯不仅占领了乌克兰的领土，还夺取了乌克兰未来发展的关键矿产资源。他指出，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地区和赫尔松的部分地区拥有乌克兰近一半的矿产资源，而这些资源的估值在不同数据中有不同的估算。有人认为其价值超过20万亿美元，有人则认为超过25万亿美元。穆仁科特别提到，这些矿产资源中的一半目前已被俄罗斯占领。
他认为，如果这些资源在战争冻结后被俄罗斯控制，意味着俄罗斯实际上获得了战争的胜利，能够完全弥补战争的成本，甚至实现经济红利。根据穆仁科的分析，开发价值1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可能使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至30年内增长8万至9万亿美元。穆仁科还警告，战争冻结将剥夺乌克兰若干年的发展机会，影响未来几代人的生活。他呼吁乌克兰必须仔细权衡是否为了未来的生活而继续战斗。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科于27日威胁称，可能会在2025年1月1日后停止向乌克兰供应电力。他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决定不再允许俄罗斯天然气通过乌克兰领土运输，认为这一决定代价高昂且毫无实际意义，不仅影响乌克兰，也对欧盟造成不良后果。乌克兰方面明确表示，不会续签与俄罗斯的天然气过境协议，尽管这将导致斯洛伐克的经济损失。泽连斯基曾建议斯洛伐克通过2种方式应对这一局面：接受乌克兰支付5亿欧元补偿，或选择从其他国家进口天然气。然而，这些建议均遭菲科拒绝。在28日的讲话中，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试图通过菲科开辟针对乌克兰的第2条能源战线。他认为，菲科威胁切断冬季电力供应的举动，意在配合俄罗斯对乌克兰电网及配电设施的袭击。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需要进口电力，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占领扎波罗热核电站，同时通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乌克兰大量火力和水力发电设施。尽管如此，乌克兰能源工人的努力以及国际合作，帮助乌克兰避免了全面停电。泽连斯基批评菲科的政策不仅短视，还将斯洛伐克拖入俄罗斯的侵略战争。他强调，支持俄罗斯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并警告斯洛伐克可能因此付出代价。他提到，菲科的决定可能让斯洛伐克每年损失2亿美元的乌克兰电力出口收入，同时破坏该国与欧盟的关系。分析认为，斯洛伐克切断电力供应对乌克兰的实际影响有限，因为乌克兰从斯洛伐克进口的电力比例仅约 19%， 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欧盟国家弥补。因此，菲科的威胁更多是一种政治姿态，试图表达对乌克兰停止天然气过境的不满，但缺乏欧盟的广泛支持。与此同时，彭博社28日报道称，包括斯洛伐克在内的一些中欧国家正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在2024年12月31日现有天然气过境协议到期后继续运输俄罗斯天然气。然而，泽连斯基多次表示，协议到期后，乌克兰将不再允许俄罗斯天然气过境，认为这会削弱克里姆林宫的战争能力。尽管乌克兰官方态度强硬，但有消息称，并未完全排除续签协议的可能性。保护乌克兰总长3860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系统是一个关键问题。在过去3年战争中，该网络因运输俄罗斯天然气而未遭袭击。如果过境被切断，这些管道可能成为攻击目标，进而威胁乌克兰的冬季供暖。布鲁塞尔 CEPS 智库高级研究员克里斯蒂安·埃格霍夫表示，天然气过境问题对乌克兰的经济和安全至关重要。如果协议能够延续，可能为乌克兰提供一定的战略缓冲。近期，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塔利班之间的冲突迅速升级，边境地区局势日益紧张。12月28日，巴基斯坦军方宣布，他们使用重型火炮击毙了20余名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分子，摧毁了库拉姆和北瓦基里斯坦的6个塔利班据点，并攻占了36个定居点。这场冲突的导火索可以追溯到12月21日，巴基斯坦军队在边境检查站遭到巴基斯坦塔利班的袭击，造成16名士兵丧生。为了报复，12月24日，巴基斯坦空军对阿富汗境内的巴基斯坦塔利班目标发动空袭。然而，这一行动引发了阿富汗临时政府的强烈反应。据路透社报道，阿富汗官方表示，巴基斯坦空袭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至少51人死亡，6人受伤。阿富汗外交部召见巴基斯坦驻喀布尔大使，并递交抗议照会，谴责这一行为违反国际法，称之为侵略行为。阿富汗塔利班则宣布，
将对此进行报复，并迅速向边境增派了大量武装力量。12月26日，双方在边境地区发生激烈交火。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人员使用 RPG 火箭筒和机枪袭击了巴基斯坦边防军，造成伤亡，并摧毁2处巴方哨所。巴基斯坦军方则展开猛烈炮击，冲突进一步升级。12月27日，阿富汗塔利班动用了包括 M777 榴弹炮和布拉德利战车在内的大量美制装备。巴基斯坦军队以丰富的实战经验迅速反击，宣布摧毁阿塔6个哨所，并攻占36个定居点。12月28日清晨，阿富汗临时政府正式向巴基斯坦宣战。双方在边境地区的战斗持续激烈，火箭炮等重型武器频繁使用。据前线报道，部分塔利班士兵已越境进入巴基斯坦，而巴基斯坦特种部队和空军也全力参战。双方冲突的背后主要源于2大矛盾：边境争端和反恐问题。阿巴边界线由英国殖民时期划定，由于沿山脉分界，导致部分地区重叠。过去20年间，巴基斯坦趁阿富汗国内局势动荡，占据了一些争议地区。塔利班上台后试图夺回这些失地，矛盾因此加剧。此外，巴基斯坦塔利班是阿富汗塔利班的分支，长期在巴基斯坦制造恐怖活动。一旦遭到巴军打击，这些武装分子往往逃入阿富汗。尽管阿富汗临时政府曾承诺与巴塔切割，但由于宗教和派系联系，双方关系难以完全断绝。